記得咧，當年準備見工嘅時候咧，成日都會諗點樣答嗰條必答嘅問題，就係點解想做社工。我揀做社工係因為呢份係對人嘅工作，而且每日有意想唔到嘅情況出現，時刻充滿住挑戰。我記得嗰陣時咧喺大學住宿嘅時候咧，社監成日都勉勵我哋要做到 make a difference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其實正正就同社工嘅信念咧不謀而合。咁我就喺度諗啦，既然自己有能力，咁啊不如嘗試踏上社工呢條路啦。希望幫助一啲有需要同埋弱勢社群，為社會做到 make a difference。我喺社會福利署嘅第一個工作崗位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，主要係為區內嘅市民提供諮詢、輔導同轉介服務。另外，我亦會搞輔導小組同活動俾市民參加。當有突發事故，例如懷疑虐兒事件、大型災難，好似冧樓咁，我都會因應需要做一啲緊急嘅外展工作。而家咧，我就喺醫務社會服務部嗰度做嘅，主要咧就係為精神病患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咧提供情緒輔導。同埋咧，用而家社會嘅資源去幫助病人重新投入社會。喺社會福利署做社工同喺非政府機構做社工係有啲唔同嘅。例如有啲崗位好似感化主任、精神科醫務社工同領養服務社工等，淨係社會福利署先有。另外咧，社會福利署嘅社工係需要做好多同法例相關嘅工作同埋報告嘅。咁呢個係對調查、組織同埋寫報告嘅能力嘅一個挑戰。作為一個社工，最緊要係有興趣同人溝通，有耐性聽受助人嘅需要，亦要有同理心，明白佢哋嘅困境同感受。當然，我哋需要有良好嘅溝通能力、判斷力同埋中英文書寫能力，以應付日常嘅輔導工作、危機處理同法庭報告等嘅工作。另外，作為社會福利署嘅社工，係代表整個政府去照顧市民嘅福利需要，所以我哋要有足夠嘅能力，承載公眾對我哋嘅期望。亦都要有心理準備做突發嘅緊急職務同埋輪班工作。喺社會福利署做助理社會工作主任，有機會晉升好幾個唔同嘅職級。一路升上去嘅話，可以做社會工作主任、高級社會工作主任、總社會工作主任、首席社會工作主任，甚至助理處長同副處長。我哋喺工作上會遇上唔少難忘嘅經歷。我曾經跟進過一個有地中海貧血症嘅小朋友，佢出世冇幾耐就俾佢吸毒嘅媽媽遺棄咗，連邊個係爸爸都唔知道。最後由社會福利署署長做咗佢嘅監護人，我就負責佢嘅福利安排。個小朋友只係得5歲，就要每個月輸血1次先可以生存。經過同事嘅努力，佢終於俾一個美國家庭領養。可以有個人俾佢叫一聲媽媽，呢個個案令我好感動，亦更加體會到小朋友嘅福祉係好重要㗎。我哋除咗要照顧到受助人嘅福利需要同提供專業輔導之外，亦都要識得點樣平衡社會資源嘅分配，令到有限嘅資源適切咁樣去到最有需要嘅人手上。一方面咧，我哋要同受助人建立一種互信嘅關係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，我哋都要清楚去解釋俾佢哋聽社會資源同政策嘅限制。我好希望可以盡力幫助同陪伴每一位受助者走出佢哋嘅困境，加強佢哋解決困難嘅能力，令佢哋嘅生活更加愉快。我好中意社工呢份工㗎，我好希望咧用我社工嘅專業同埋改變世界嘅使命感，運用社會福利資源去幫助一啲遭遇不幸嘅市民同埋弱勢社群，令到佢哋生活得到改善。